今天又来说说清朝时期的高雄爱河。那个时候，爱河这个名字还没诞生，这条河有着很务实的功能，就是运输。所以河的沿岸到处是小港口的名称，例如在现在爱河的出海口，以前是叫前金港，还有盐城港。而当时盐城这里还有2个爱河支流，分别很简单的以桃尖和阿扁来叫他们，所以桃尖港就是现在的爱河，阿扁港就不见了，已经被埋掉。话说当年阿扁港为什么会被埋掉？当年爱河两岸人口密集，这个河流已经不是河流，是个很到底的臭水沟。不但时常有小孩掉到臭水沟里，埋掉这个臭水沟还可以多一些用地，解决人口过多无处宣泄的问题。埋掉之后的阿扁港也很简单的叫大沟顶。以前的人命名地名都是简单直觉，不跟你拐弯抹角的。大沟顶的聚落正式成型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巷子小又不够明亮，虽然很努力的多了不少文青店家，但还是隐藏不住辉煌已经过去的往事。当年大沟顶这里贩卖着所有在地的民生物资，又因为临近高雄港，可以找到不少舶来品，可以说是高雄人的大沟顶百货公司。大沟顶最有名的早餐应该就是大沟顶虱目鱼米粉汤，一大早就是人声鼎沸，在地人带着锅碗瓢盆来装早餐。一大早来上一碗鱼肚姜汤，真是醒脑。第一次被这种海鲜的鲜甜把脑门冲醒，这通常是咖啡的工作。大沟顶虱目鱼米粉汤的米粉是属于粗线条的米粉，这种饱足的粗米粉加上虱目鱼汤就已经非常经典了。鱼肚姜是属于不规则造型，但是又厚又实，这个一碗一整天都很有饱足感。唯一一个可惜就是鱼浆里吃得出来有几根细刺，只能说这是大人的料理。虽然虱目鱼本来就是多刺的鱼类，但是做成鱼浆好像是鱼丸，不小心吃到刺，一种暗杀的感觉。其实选用转速更高的制浆机或认真的剁起来，应该就可以把刺都打碎。历史上的鱼刺都是很黑暗的，例如那个很爱长生不老的秦始皇，就相信鱼可以让他长生不老，但偏偏鱼又有不少刺。不少帮秦始皇料理鱼的主厨，因为鱼刺被秦始皇砍头。是说吃鱼怕鱼刺，就像怕热怕油还进厨房是一样的。但谁叫他是死皇帝？秦始皇吃鱼有多鸟毛？主厨如果端上来的鱼料里鱼刺过多，就说主厨想用鱼这个武器害他被鱼刺穿破喉咙。主厨如果把鱼剁成像大沟顶这种鱼浆，就说主厨想要诅咒他被碎尸万段。有一天，秦始皇又想吃鱼了，主厨们想到结果就瑟瑟发抖。颤抖的双手怎么料理鱼呢？一不小心竟然把鱼一分为2，剁成一半。这下还没上菜就知道，意思就是要把秦始皇砍成一半吧。忽然主厨灵光一闪，创意涌现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鱼一直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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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鱼刺、鱼骨都剁成浆状，再抓成丸子状，煮成鱼丸汤。秦始皇一看这鱼丸汤有鱼无刺，又是圆满的丸状，龙心大悦，因此长生不老。但因为鱼丸这个丸字不行，很像丸，完结的丸不能随便出现出皇帝的眉头，所以就叫鱼圆。在那个年代当个主厨很不容易的。